大家好，欢迎来到围棋 TV 网，我是赵金华，很高兴和大家再度相逢。超好运布局，我们现在来进行上期未完的变化。我们在上一期呢说到这个黑棋一些小飞的这个变化，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黑棋小飞呢应该是有缺陷的这也是现在之所以要大飞的理由这个还是要让大家明白的那么大飞以后，白棋应该怎么下呢？我们还是先从高挂来看起。这个呢，从棋谱的出场率来说这个高挂呢，应该是在错小目这个变化里呢，是占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挂的一些变化黑棋当然还是要拖的，白棋搬，黑棋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上期说了，白棋这个拖肯定是不能成立了，因为黑棋退这里的一些变化呢，我就不再多讲了。那么白棋既然不能拖这个，那么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白棋也就只剩下两种下法，一个是粘一个是虎。那我们把这个如下的两种变化呢仔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虎这个虎呢，从历史上来说应该是在错小目这个小飞的时候，当年呢最早都是下成这样的。那么这个棋大飞呢，也仍然有这个下法。那我们先来仔细的看一下。那么下成这样的时候呢，如果还是按照这个进行，那么黑棋呢，当然这个地方是要拆二的这个地方是要拆二的。那么这个大飞以后在这个地方的变化和小飞，这是有重大的区别的。那么它主要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在大飞的时候，这个地方白棋只有忍只有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如果在这儿白棋这个棋实际上是可以不走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超级的大场，这是非常非常显著。如果白棋跳一个，那么在这边的效率上来说，黑棋这边是4个子，占有将近15目，白棋5个子，占有也就将近10目。那么白棋也就是这个势力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黑棋如果腾出先手来能够占到这边的分头的话，那么对黑棋这个布局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大飞呢，也同样是这样。那么白棋从理论上来说，在这个时候白棋必然是要拆过来的。那么这个地方这两个的区别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黑棋我们先来看小飞的这个情况吧。黑棋在这个里面，黑棋的正手是点，注意黑棋是绝不能走这个的因为这个的话呢，白棋如果压，当然黑棋是一定太好了，黑棋长，白棋粘，黑棋度过这个白棋这个属于大差的棋形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目数非常多白棋这个地方还有被黑棋搬出的这种这个毛病，也就是说白棋这个地方还需要补。那么对于白棋来说，这个图形太难以忍受了，白棋因为既没空也没眼这个很难受的。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尖一个的可以尖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呢，黑棋是不成立的。由于黑棋这个冲出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黑棋在这个地方不能出头。不能出头的话，底下如果黑棋这样去做活的话，那么黑棋必然是吃亏的黑棋再走这个再走这个，靠这个先手去活棋，那么白棋外面实在是太舒展了。由于白棋这个是退顶，这都是先手黑棋这个对白棋这块是没有任何威胁，白棋其实也可以先退掉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黑棋是
是太差劲了，是绝不能接受的啊，绝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得不偿失啊，这个地并没有便宜多少啊，这个只有2目，这儿还亏了好几目啊，这以后有大伸腿啊。这个士白棋也非常的壮硕啊，外面这个很可观，所以黑棋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么黑棋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正手是这个啊，这手棋。那么白棋这个由于刚才这个图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所以这个棋白棋肯定是不能压的啊，白棋尖一个，这是只此一手。那么黑棋面对白棋这个棋呢，有上下两飞啊，有上下两飞。那么下飞呢，在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追溯历史要很久很久了，这个就好几十年了。大概得有个上世纪50、60年代，甚至60、70年代，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很流行的啊，都觉得这个小飞啊还是不错的。那么后来为什么觉得这个小飞不行了呢？主要是因为呢，当时的定式都是这样的：白棋长，黑棋爬。由于这个地方有严厉的冲断，所以白棋只有先手尖一下，这个是非常非常损的啊！大家来看一下，像是这样，这是最早的定式。虽然说白棋在这个地方处理的还算是比较完整但是呢，由于这个地方白棋这里损了一下，而且将来呢这个地方黑棋的这个先手啊，白棋很不舒服，而且这个地方的形状被黑棋一靠啊，白棋将来也是这个隐患很多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棋白棋并不能满意啊，并不能满意。那么为什么这个棋后来黑棋小飞还少了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白棋这里面有非常非常严厉的手段。白棋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粘这个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手。那么黑棋只有爬，白棋再顶完吃，白棋这个形状就变得非常非常好了。如果黑棋逃一个不成立的话，黑棋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战斗的。那么黑棋逃一个究竟成不成立呢？我们来看一下，黑棋逃，白棋这个拐呀，黑棋可以说用痛不欲生来形容。由于这个地方马上就是争死，这个争子的话，这个黑棋就不能这个死了吧？那黑棋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就只有打，白棋这一打吃啊，然后一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没有活的。那么也就是说被一挡，黑棋整块这个边上全部战死。黑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这个地方被挡下去的，也就是说黑棋必须拐。那么这个地方再被白棋套吃，黑棋这个外面简直是，就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悲惨啊！这个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战斗呢，黑棋可以说是100%是不能成立的。那么100%不能成立呢，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黑棋不能够逃。不能够逃，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等同于争死，那么将来还要被白棋非常舒展的一般。那么如果是下成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黑棋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侵入，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子不能逃，白棋外面基本上就是铁厚。大家来看啊，这个地方是先手，这一扳是有眼的，而且扳了一扳，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跟先手眼一样了。那么这个外面这个不能长，这是个死棋，这个地方啊超级的厚，和刚才这个棋形是完全不能比的。所以说这样的棋，黑棋这个地方的收获非常非常小了，就因为和白棋这个厚实一比啊，这个不成正比。所以这个图呢后来啊基本上就没有棋手在下了。大家对黑棋这个图形是不能满意的，不能满意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实际上黑棋比较强的就在这个。那么这个呢，这个就要考验这个大家了。这个棋其实是这样的，白棋在这里的定式是走这个啊。我们先来把定式摆一下啊，黑棋冲，白棋渡过，黑棋夹，白棋冲，
黑棋吃，注意这个地方是不能下错次序的，黑棋一定要先冲再夹啊，这个是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啊。如果是先靠再冲的话，这边一粘，这个黑棋就碎掉了。那么黑棋如果先冲完夹，白棋这个地方是不能选择这个的，这个黑棋肯定是便宜了，这个肯定是便宜了。那么这个棋就会下成这样。那么走到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标准的定式的啊，标准的定式了。但这个棋呢，黑棋未必就满意，因为这两个点啊，虽然这个黑棋这手棋很厉害，但是白棋这个地方呢，还是做活还是无忧的。即便黑棋啊，就是这个地方将来有点的手段啊，这个地方将来黑棋可能有点的手段，但这个地方白棋暂时处理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白棋必然就脱先了，白棋抢占大场。那么白棋在这边呢，构成一个好的形势啊，连片这个棋形也比较好。那么这边只要白棋顽强住，黑棋呢效率却并不太高。那么这就是当初小飞手脚啊，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那么这个棋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大飞，大家应该就看得出来了吧？这个地方啊，又是一路之差，黑棋大飞等同于多围了一路。那么这个棋呢，跟刚才就不一样了。那么这样的话，将来黑棋这个我们同样来看，首先白棋拆在这儿就变得比较凶险了，因为拆在这儿的话，这边没有这个拆二的空间了，只有一个小飞。那么将来黑棋这个挂就非常非常的严厉，或者这个打入，这都是白棋所担心的。由于黑棋这边这是绝先。黑棋跳，这都是绝先。黑棋在这边不但实控巨大，而且这边的势力也非常的雄厚。那么白棋拆在这儿，它的危险系数就要提高很多啊，就要提高很多。那么如果白棋退而求其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实际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黑棋经由这个大飞，首先在这个地方获得了巨大的失控，和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是多了一路啊。第二，黑棋大飞迫使白棋只有缩到这个地方，那么黑棋再回过头来逼住，那么黑棋这一块的结构就大大的超越了白棋。我们来看一下黑棋这个地方，这是扎实的控，这个地方的势力也非常厉害。这个地方跳完之后，将来黑棋这挡住还可以攻击白棋。那么这个地方的潜能，白棋是不能接受的。由于白棋这个地方还欠一手，白棋如果去尖，黑棋再飞，这个模样的倾斜已经是到了白棋不能接受的一个程度了。因为你这个地方已经退守到这边了，我这个地方已经从这里如果算的话，已经扩张到这是第12路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这个黑棋这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实控的问题了，这个势力白棋受不了，所以走成这样啊，黑棋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换个角度说呢，就因为这一路之差，就导致了白棋在这个地方必须退缩。也就是说，白棋由于黑棋的大飞手脚，这个地方白棋是必然要跳的啊，必然要跳的。那么黑棋先手拆二以后，基本上可以说得偿所愿了。黑棋再回过头来分头，黑棋的步调就非常不错了。那么下成这个棋形以后呢，我们在上期已经讲了白棋这个逼住的一些这个情况了啊。我们上期也说了，黑棋在这个地方由于有点完再点的这些手段，如果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棋，那白棋就不满意了啊，因为白棋这个并不是粘上的棋形啊，白棋这个地方并不厚，所以白棋这个地方逼住的变化，白棋就不能够选择了。这个地方白棋就只有换一种思路。那么换一种思路呢？那白棋这个地方究竟要走什么呢？
可以这么讲，白棋在这个地方呢已经不能够下成这样了，白棋就只有退而求其次，地角，或者这边，这个地方白棋就不要再想了，由于白棋要把侧重面放在这边，那么这边的地角呢相对来说要比这边的地角要多啊，我们主要还是来看一下白棋手脚这个的一些下法。那么白棋为什么这个棋要小飞手脚呢？是这样的，白棋要最大的限度突出这个的价值，因为白棋只有走在这儿之后，才能够将这一块这个势力拓展起来，而且对黑棋的这一块进行一定冲击那么也就是白棋这边走的这个意思。如果白棋在这儿这个白棋如果再逼过来的话，这边由于存在这个挂这个地方的白棋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的变化。那么既然白棋走这，黑棋必然是要挂了白棋飞，黑棋当然这是超级的好点。形成这样以后呢，其实主要的问题是白棋在这个地方，它为了争先手，它只有脱先了。白棋这个地方还是要走这个，那么走成这样之后呢，黑棋就面临选择了。黑棋在这种情况呢，大概有如下的几点黑棋首先这个跳这是局部最正义的一手局部这是比较我把这个地方防守好效率也很高。那么黑棋呢还有另外两种下法，一个呢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清分还有一个呢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扩张。我们就来看一下黑棋这几种下法。首先呢对于黑棋来说，这手棋虽然这边效率不错，但是呢由于这个黑棋嘛，现在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黑棋要贴七目半了。七目半可能棋迷爱好者们可能不觉得什么这一两目觉得也无所谓了原来不是贴五目半吗？现在贴七目半就差两目棋。实际上呢，这两目棋对于现在的这个棋手来说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大家对这两目棋其实对于黑棋的这个心理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般来说，就算这手棋是正手一般来说黑棋也不太愿意选择这样的，因为毕竟白棋跳起来这上面的规模也逐渐的增强，而且这个里面黑棋还是没有太干净太利索，所以这样的话呢，黑棋稍有不满。那么来看一下黑棋这个逼入，这个逼入可以说是这个局部应该说是这个最好的一手棋了。你这个地方脱先，那我必然要对你进行严厉的惩罚，因为你这个脱先了嘛，对吧？但是黑棋是不太肯走这个的，因为黑棋走这个的话，白棋叉这个地方就变得大家看一下，这全都是三路二路三路，这个地方双方变得都很消极。就是白棋走不走也无所谓了黑棋走不走也无所谓了。那么对于这个来说，黑棋呢一般来说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你这个地方是白棋脱先下成这样，我总是要想更强硬的手法对你进行一个冲击。那么黑棋逼住就是这种思路的也很好的一个体现很好的一个体现。那对这个棋呢，白棋这是断然不能被尖的，因为这个地方一被尖，这白棋这两个就全起来了。所以这个棋形呢，白棋应该说是只此一手只此一手。那么黑棋仍然要高效这个呢虽然也是好形，但是还是要更积极，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只要打入黑棋坚住这个地方白棋是折腾不出来的，所以这个跳是当然的。因为跳和这个的主要区别在于，跳完之后白棋仍然不能脱先，因为白棋脱先的话，这一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的形状，实际上是非常拘谨的。这个地方呢，头被黑棋跳了，脚部被爬住了，这个地方被牢牢的逼住，白棋这个地方也不能搬，因为搬的话这二路透点，这是著名的手筋，这个地方白棋其实是无棋可走。
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形状。那么白棋如果跳，黑棋再跳，这个白棋太惨了啊，太惨了，不能忍，不能忍。那么这个地方其实白棋基本上就要补的。那么白棋补呢，大概有如下两个走法，一个是倒啊，一个是跳。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呢，白棋还是以倒为主，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跳的话呢，首先你还没爬呢，我就先往这儿走，这也没什么空啊，还要被黑棋啊冲完尖一下，我这个心情实在是太难受了，不能就属于心情上过不去啊，因为这个太难受了，我这肉粘啊，你这个随便再掉两下，这将来再爬一个，我这个全都驮到一起了，这个棋形很难受啊，棋形很难受。那么如果挡，虽然从局部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可以，但是黑棋仍然是通过这个手段。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黑棋的规模其实是超越了白棋这边的。我们来看一下黑棋这个结构啊，非常非常好。那么这个逼住呢，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说黑棋进攻啊主要的一个思路。我要扩张自己啊。那么黑棋如果对这种思路呢，有些棋迷觉得这个黑棋，可能啊是这个掌握不太好掌握，那么黑棋也可以换一个下法，黑棋在这儿可以采取2-5清分的手段。那么这个呢，从局部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手棋，因为你是要在这边啊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重大的一个模样。那么我其实只要能够把你清消的很完美的话，那白棋其实已经失败了，因为白棋在这边和这边也付出了很多嘛。那么白棋应对这个呢，也就那么几手棋。首先第一是走这个啊，这是正手啊，还有呢就走这个，还有一种呢是走这个。那么这3种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走这个。这个呢是可以说是比较软的一种下法，黑棋只需要简单的一飞。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黑棋，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虽然说黑棋局部可能有些薄，但是白棋这个地方也拆不出来，它这个地方刚好没有拆，它也只有拆1。实际上黑棋即便就算再跳或者尖，当然我从我个人的意愿来说，跳一个会形状要好一点。那么这个棋形呢，黑棋实际上还是棋形也很舒展。那白棋相对来说自己也是比较拘谨的。那么黑棋清分非常非常的顺畅，这个地方还是黑子。白棋对黑棋想造成一个很好的攻势，基本上是很困难的。那么白棋还要照顾自己，因为这个地方一旦白棋脱先被黑棋飞。这个白棋自己都是非常难受的，其实白棋还是要出来的。这样的话，黑棋其实简单的就爬完加一下白棋只有粘。由于这个地方黑棋有2路拖的手段白棋这个地方是不能立的不能立，白棋就只有粘上黑棋尖一尖。这样的话，黑棋在这个上面是非常非常扎实的。那么下成一个这样的情况呢，这白棋这个空就很成问题了。那白棋没有什么空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渡过了先手，白棋这里5目棋，这个地方看得见的2目棋，这是10目棋，白棋全盘加起来可能20目，黑棋一个角就15目啊。黑棋这个地方，就是从全局来看黑棋这个空是占据有绝对优势的，而白棋中间的势力也没什么，所以下成这样呢，白棋应该说是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那么对于白棋来说呢，这个病基本上是不能考虑了，不能考虑呢，那么就只能看这个靠很尖了。我们来看一下靠的话呢，大致就下成这样。注意黑棋这个棋不要贪贪的话，这个必然要被白棋全部吃掉了吃掉的话，黑棋这个时控还是损失很大的。这个下成这样的定式，黑棋略有不满。这个是基础定式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跳。白棋现在呢就不需要按照定式的下法，定式白棋是要冲一下的白棋现在其实都不需要冲，白棋这棋可以直接点黑棋大家看一下，虽然说黑棋形状看似也还可以，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白棋的形状比黑棋好白棋在这个地方获得了比较巨大的失控，而且这个地方获得了一个叉2加小尖这样的话呢，黑棋其实走了半天晃了一圈就赢不起这个黑棋还是有一定问题黑棋这个地方呢不要贪婪不要贪婪，就长这是最简单的白棋粘上，黑棋拆。那么其实像成这样呢，这个地方可以说黑棋的这个结构非常非常好黑棋结构非常好由于白棋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孤字，黑棋这个地方虽然贴住了白棋，但毕竟还是一个拆三这个地方将来黑棋贴可以很好的处理。那么这个地方呢黑棋的这个眼位也比白棋好，那么白棋这边的势力肯定是谈不上就更不要说去攻击黑棋了。所以说走成这样的话呢，应该说黑棋是比较满意的应该说黑棋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这个棋换个角度说吧黑棋走这个的时候，白棋其实就没什么办法了这个可以说是当前的只死一手只此一手。那么走成这样的话呢，黑棋在这个棋形里，大家要注意，这个棋是只能往里长的白棋搬黑棋断这个是双方必然的一个次序。首先呢，黑棋这个棋不能接受这个这个图形黑棋是大差大差，因为这个棋黑棋太重了是绝不能忍受。本来是这样的现在等于被白棋白唬着了一下，黑棋还是不太爽不太爽。黑棋这棋当然还是要挺入。那么白棋呢也不能这个棋忍，因为白棋这个一忍的话，这个黑棋就太舒服了黑棋就太舒服了，所以白棋这个地方肯定是要针锋相对的。那么黑棋断白棋这个吃，黑棋长，白棋虎这样的话呢，白棋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稍微构成一个比较好的棋形。那么但是对黑棋来说，黑棋也不怕白棋，由于现在黑棋拖一个，由于这个地方是虎的棋形，它比粘连这个地方的争子都有区别。这个地方黑棋一搬白棋这个地方争子是不利的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刚好是争不死的这个地方刚好是争不死。白棋争不死呢，就不能用这种下法了这个争子是不利的。这个争子一旦不利呢，这个地方白棋这个地方是很难受了非常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个白棋如果忍成这样的话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压力太大了，实在是扛不住了。这个手法实在是太惨了。也就是说，白棋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困难。白棋很困难的话，这个棋基本上就只有团就只有团。这样的话，黑棋再弃子黑棋这样应该说是可以局部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棋形在角上非常非常好。而外面的白棋呢黑棋这个地方可以吃一下可以吃一下。而外面的白棋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厚，因为这个地方是绝不能出来的不能为黑棋出来。那白棋这当然是就没有办法黑棋这个长是先手长是先手这样的话呢黑棋角上活的棋形目数很大而且形状也很好。外面的白棋呢，虽然白棋可以类似于这一类的那么黑棋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清了。由于黑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目数了这个地方其实踢到了很多目，那么黑棋又争得了先手。那么黑棋无论是再回过头来逼住，或者是再补强，那么黑棋应该都还是不错的应该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黑棋来说，如果你对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对于这个就是从风格来说，如果你对于这个逼住你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你，其实你走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从如上的变化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黑棋这样大飞的这个棋啊，对于白棋冲击力是很大的。白棋这个虎，然后再拆，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那么白棋在这个棋里面，如果不虎了拆，白棋还能够走什么呢？好，那么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啊，请看下集变幻莫测。棋迷朋友们，再会。